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那大家一定会想啊，那胶原度越高越好啊，越高不是它就越不会代谢，越持久，开心爽，不用花那么多钱。胶联剂有致癌的作用，有没有想到你 BDD 会致癌？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欢迎大家收看科普医美新知。来，我们今天到了微整形第2集了哈，不断的给自己挖大坑。我们上次聊了胶原蛋白增生剂，我们现在聊到这个微整形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，就是玻尿酸。同样都是玻尿酸，然后各位你知道吗？玻尿酸呢，严格来讲，我们先简单分一下，有润滑度特别好的，你会拿来干嘛？润滑度啊？脚踏车锁链上面用的不是啊，膝盖。所以膝盖是不是打玻尿酸啊？让它减少摩擦。还有吸水特别好的，可以干嘛？不是打在嘴唇，你就不用香肠子面膜。可以吸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会把润滑很好的放在脸吗？刚好让它下垂快一点嘛，因为很滑。那你会把吸水强的用到脸上吗？那你就脸就特别肿啊，就水肿很厉害嘛。所以玻尿酸你先要弄清楚哦，有些玻尿酸它就是不能打在脸上的，你难以想象哦。我告诉你，我诊所用打膝盖的玻尿酸来打脸，真的。这个是真的啊！他们的比如说，他就会拿这个玻尿酸拿来混童颜针，然后告诉你呢，这有立即性的效果啊，然后其实他是打膝盖拿来打脸。你说他违法吗？没有，但总是怪怪的。那现在刚好帮你做生意，为什么？那可以来找你拉皮。他要吹快一点是吗？你好坏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脸上用的玻尿酸，你该怎么选？你真的了解玻尿酸吗？其实玻尿酸这个材质呢，它是一种碳水化合物。我们的人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玻尿酸，但是这些玻尿酸随着年龄呢，它本身也会代谢掉。那你的脂肪会萎缩掉，你的胶原蛋白会流失掉，所以你慢慢就会老。常常说，要让一个人改善老化、逆转老化，就是处理3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处理什么？流失跟凹陷。对。不是。第一件事情是处理松弛跟下垂，然后再来才是处理流失跟凹陷，再来是处理皮肤，松弛跟下垂怎么处理？拉皮嘛，那如果你流失跟凹陷怎么样？填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玻尿酸它的最重要的功能。好，那这些玻尿酸你该怎么选？我先跟大家讲，我们常规上你认知中的玻尿酸，但这几年有新形态的玻尿酸，比如说有所谓的动态玻尿酸，比如说最近呢有所谓像逆时针这一种，它其实也是一种玻尿酸，我都会跟大家讲，到底它的差别是什么？传统我们脸上填的玻尿酸呢，我们在选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几个它的特性啊，我知道，便宜了，贵了。菠菜燕麦，菠菜燕麦。不要那么的市侩了，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在选玻尿酸要选哪一个适合你，我们要看几个它的物理性质。第一个要跟大家谈的叫粘弹性。所以什么叫粘弹性粘弹性要包含，首先一个叫弹性，弹性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G prime 值弹性还是听不懂对不对？G prime 值越高，代表它越硬越挺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东西你把它压下去，你压不太下去，或是你压下去它会弹回来。所以你可以说它弹性够，你也可以说它是挺度够，你也可以说它硬度够。这些在物理性质上，我们都叫它 G prime 值。所以有些部位你要打 G prime 值高的地方，比如说下巴，苹果肌你打就会很挺，可是你泪沟打 G prime 值高会怎么样？哇，惨了，你的泪沟可能就会有颗粒状的感觉，会不自然。所以下一个特性叫做 G double prime，它指的是粘性。当它的数值代表越高的时候，代表它越粘。会牵丝，好像鼻涕，所以有些玻尿酸它 G double prime 值高，代表它像鼻涕。那好处是什么？一抹就平。缺点是什么？打了就不会挺。如果你选 G double prime 值太高、太黏的，你打在苹果肌上面怎么样？它挺不起来，它可能就反而容易有那种下坠感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撑体的作用，就要选什么 G prime 值高。如果你今天选的是皮比较薄的，比方说它比较柔顺的位置，就要选什么 G double prime 值高。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10 值是什么呢？10值就是 G double prime 除以 G prime。但是我听不懂，你听不懂这个什么叫 G double prime G prime？ 我听不懂什么叫除，加减乘除都忘记了，太久没有用了。没有数学太久没有练习。那再下一个交联度，又是一个你没听过的词。什么叫交联度？
什么意思？你今天玻尿酸真的是打我脸上的东西，闹钟没听过？没事，我告诉你，很多医师都不清楚，真的，你难以想象对吧？因为我们这一行还是有很多医师他可能本来不是做这个的嘛，没关系。什么叫做交联度？交联度就是说，本来呢，我们这个玻尿酸呢，它是一个一个的分子，然后它是一串一串的锁链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它要让这个玻尿酸它之间联系的越紧密的时候，它就需要这一串一串的锁链之间就要运用所谓的交联剂。这交联剂最常使用叫 BDDE， 用这个交联剂呢，把它靠在一起，它才会整坨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交联度越高，越不会被代谢掉，因为它整坨在那里嘛。如果它交联度越低了，它就越松散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那大家一定会想，那交联度越高越好啊，越高不是它就越不会代谢，越持久，开心爽，不用花那么多钱。交联剂有致癌的，我没想到你 BDD 会致癌，吓死你了吗？真的，放心，如果你用着合规的产品。他们的 BDE 一定是在很低的浓度，不至于致癌。放心，我不是要恐吓大家。好，但如果你用了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有没有可能会造成问题？有可能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奇怪的材质，它脸会长期肿胀很久。好，你这就算是手术之后，它那些残余的那些 BDE 的这些东西，都可能会造成它持续的肿胀很久。为什么有些客人手术后他很快就恢复？你看有一些他之前填过一些奇怪东西，他术后恢复时间比较久。一方面是你要清除那些东西，二方面就是里面这些有些有问题的材质一直在持续影响到你的组织，所以这个叫做交联度。好，下一个，所以这个 BDDE 呢，我们在选的时候绝对不是像你想的，哇，交联度越多越好啊，越持久越绑不，它会造成一些毒性作用，一些免疫的作用。最后一个大家一定听过啊，粒径的大小，大分子、中分子、小分子。简单讲就是这样，他们在做这个玻尿酸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中好像就有那个塞子，好，这样哦，塞啊塞啊塞，哦，然后最小的就掉到下面，再塞啊塞啊塞，中间的掉到中间，在最后塞啊塞啊塞，最后留下来就是大分子。好，分子越大越不会被代谢，分子越大 G 普朗值越高，它越挺越硬。可是分子越大，你打在越浅的地方越有颗粒感，你可以想到吗？一颗一颗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所以分子大不见得是好事，那就不能打标签。但这件事已经不一定是绝对的影响值，我等一下会后面跟大家讲新形态玻尿酸一些不同的概念，所以不同的部位你要选择不同的玻尿酸。打微整呢，是不是一个艺术？其实是，坦白说，有很多的手术医师他看不起微整形，他就觉得马举正来打一打，然后闭嘴眼睛打，闭着眼睛打给我看。微整形它是很需要高度专注力的。好，那他要掌控的是什么？你对材质的掌握度。但相反的，现在也有很多微整医师他走偏了。我对我们外科医师而言，我觉得这些你对解剖要熟悉嘛。那可是很多微整医师他解剖他不熟悉，他把你的脸当成马路在修啊。这里马路少了一块，我就给你补一点，把它填起来。路上多了一个洞，把它填起来。这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考虑到下面的结构。所以微整形它入门比手术简单，但它要做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就像我们影片开头的，一个只会微整形的医师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手术它的精髓；一个只会手术的医师，他可能就一直批评微整形它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找医师，还是要找对脸上结构够了解，对材质够熟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物理特性啊，我们除了要考虑 G 普朗值，还要考虑大小分子。好，不同牌子的玻尿酸，它的这些物理特性不一样。同一个牌子的玻尿酸，它也有分大、中、小分子交联度的不同。就是说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朋友好像打玻尿酸，你给他选，有个差灯啊？为什么你叫我打类似的？你叫我另外不要打体表芯？因为不同的材质、不同牌子，它材质的特性是不一样。那为什么我选这个材质，我这个部位选大分子，那部位选小分子？因为深浅度不一样。好，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讲到后面，我就要介绍两个比较特别的新形态的玻尿酸，一个叫做动态玻尿酸。好，动态玻尿酸呢，因为它制成的不同，好，它的连结方式不同，就像头发。你这个头发如果那么短，跟长长的头发，你掉在地上，长长的头发是不是比较容易交缠在一起？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利用超长链的这种玻尿酸的特性，它容易交缠在一起，它就不容易移位。那这种玻尿酸它有一个特色，因为它不容易移位，所以呢，它本身又容易交缠在一起。它其实它分子不用很大，但它却够持久。像以前我们都觉得你要持久就一定要分子很大，它既不是靠交联，它也不是靠着分子大，它是用这种长链的原理。它就可以达到以前那种持久的玻尿酸可以有的持久效果，但却不会有颗粒感。
是很特别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今年开始比较流行的，一个叫做逆时针，其实严格来讲，它也是一种玻尿酸，它是利用把小分子跟大分子玻尿酸混在一起啊。当然，它现在有一些商业炒作，但它本质还是玻尿酸，而且它是比较短效的玻尿酸，所以这个材质我个人觉得还要再观望一下。好，炒作很多，不过它的费用偏高，时间比较短，看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。好，那再来，玻尿酸那么完美吗？其实因为玻尿酸的出现，全世界开始疯微整形。你要想想看哦，你以前如果你是慈禧太后，你脸凹怎么办？那慈禧太后她美容靠什么嘛？知道哦，她宫中里面有养着很多奶妈，每天挤奶让她喝，让她泡澡。牛奶浴，人奶浴，对，然后可是泡一泡，它法令纹会不见吗？不会啊，它泪沟凹了会不见吗？没办法，你就算是全慈禧太后，你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。在等玻尿酸出现了以后，可以我们可以把流失的部位很简单的补回来，所以它带动了全世界医美的发展。可是我们要注意它一些事情，第一个，玻尿酸呢，你一定最害怕就听到打到血管里面。造成我以前有讲过这一集，好，有兴趣啊，可以调出来看啊。玻尿酸打到血管会发生什么事？好，那再来就是玻尿酸呢，还是你把大分子的打得太浅，造成凹凸或是颗粒感不自然啊。还有玻尿酸打得太浅，造成廷格尔效应，这个我以前有讲过，我的书上也有啊。所以很多人最常出现廷格尔效应，第一常见的泪沟，打完以后呢，有些人就造成什么黑眼圈，一条在那里毛毛虫哦。第二常见的是鼻子。那玻尿酸打太多，光线一照，像纳美人一样直直的一条，不知道人以为纳美克星反攻地球了，不是？好，这都是玻尿酸可能有的作用。可是呢，玻尿酸还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些玻尿酸当它的交联剂使用过度，就很容易产生结节，硬块，然后产生迟发性的反应，什么像肉芽肿。玻尿酸也会产生肉芽肿哦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胶原蛋白产生肉芽肿哦。那还有些比较不好的玻尿酸，它甚至呢会造成迟发性的发炎肿胀。大家有没有记得 COVID 的时候，有些人打疫苗，脸上你有打过玻尿酸，脸上就肿起来，因为某些牌子的玻尿酸特别容易迟发性反应。你要知道是哪个牌子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上次每次讲的太多，后来都会有人故意来留负评来害我们，想知道私讯给我们。好，我今天讲了很多关于玻尿酸的常识，有一些你可能没听过，但我相信对你临床一定有帮助。我们不像其他诊所都是跟你讲好的，或者拿一大堆修的图来骗你，我们告诉你你真正需要有的知识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，好，欢迎给我们一些按赞、分享的鼓励，给你的朋友看。如果你有什么你个人的问题，或是你朋友的问题，临床的问题，你的微整形的问题，或者是你想要把这些你之前做微整形把它去掉，其他诊所没办法帮你处理，欢迎你来找我们。这也是我们的联络方式。如果你把我们的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跟我们的小编讲，他会把我一本著叫《微整圣经》的电子档给你看，我相信对于在你求美路上一定有帮助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。好，那我们美笑才是最贵，想做就要找专业。好，到这里，拜拜。
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哦。